欢迎收看爱上电子。我们在选购电源时，经常会提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稳定性。电源输出是否稳定，会直接影响设备的质量、寿命以及性能。而稳定性的关键又直接来自于电源的元件选型、电路设计，包括稳压电路设计和保护电路设计。今天我们以这款金升阳的导轨电源为例，与大家共同学习。首先我们测量一下这两款电源的输出电压。金升阳这个导轨电源呢，它的输入电压是在100伏到240伏交流，50赫兹到60赫兹，输出是48伏10安。这个电源呢，由于前面没有 PFC 电路，它的输入电源电压范围就相对于来说就很窄了。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标准的48伏，而这个电压呢是 83.5 伏，并且金升阳电源这儿有一个可调电位器，输出电压范围呢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我们看一下，它的最低可以在 46.9， 最高是 55.7 伏。而且金升阳电源这里有一个 OK 开关，过一会儿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功能。下面我们再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这两个电源输出的区别。首先我们测量这款电源，我们现在是把它打到100毫伏交流档测量。我们看输出有很多杂波，我们把它的时间变宽，我们就发现它上边有很多杂波，有很多小的杂波。那么我们看看这款金升阳电源是否有杂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幅度，同样是在输出端，我们看金升阳电源呢就没有杂波，它的输出是非常平滑的直流电。下面我们就把这款金升阳的导轨电源打开，看看内部的稳压及保护电路。好，我把它打开了。我们知道，要想有良好的输出稳定性，必须有良好的稳压电路。如果输出电压万一过高呢，还要有过压保护电路。如果输出电压偏低呢，我们要有欠压保护电路，并且呢有过流保护电路以及稳定电流的电路。这三个运放就是用来稳定电流以及过流保护的，并且还有输入高低压保护电路以及过热保护电路。过热保护电路主要是利用这个变压器磁芯上的温度传感器来实现的。好，今天咱们主要分析一下它的稳压电路。后期视频我们再陆续为大家介绍它的稳流电路、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以及过热保护等电路。它的开关电源稳压电路是通过 TL431 还有这边这个光偶来完成的。TL431 这端还有一个可调电位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可调的电位器。那么我们测量一下它的电路连接。431的阴极，这个是阴极，接光偶的二角，光偶的一角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然后通过这个稳压管，这个位置有一个稳压管，然后接到这端有一个电压取样电阻上，这是电压取样电阻，这端呢直接接到输出端。431的控制极呢也是同样来自于这个电压取样电阻上的电压，然后经过这个电阻，经过这个电阻分压以后，通过很多电容加到了控制极，加到它的控制极，这儿还有电容。它的阴极是接地，同样在控制极上呢还接有一个可调电位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调电位器的一端是接在地上的，另一端是接在我们控制极的电阻上的，并且在 TL431 周围有很多小的电容。由此可以看到，金升阳电源在元件的使用上是绝对不吝啬的，是该使用的地方都使用到了。
而且在接光偶的二角上，也就是说在接 TL431阴极的这个引脚上，这端还有一个二极管的正极接这个引脚，同时这个二极管的负极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电容和电阻的这端同时都接到 D 上，也就是接到431的阴极。这个电容能够起到软启动的作用，当上电瞬间，由于电容要充电，所以使光偶发光量增强，使后极输出占空比变窄，达到了一个软启动的功能。而且这个电阻呢，是在万一输入回路的稳压电路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电阻呢能够使二角和一角之间有一定的电流，使我们输出的电压呢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给过压保护电路提供缓冲空间。稳压光偶的三角是直接接地的，我们可以量一下。稳压光偶的四角是直接接到我们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UCC256403 的五角上，这个就是它的五角，因为它的二角是空角。很显然，控制这个五角的电压高低，就能够控制后极输出的占空比。这个五角的电压越高，输出占空比越宽；五角的电压越低，输出占空比越窄。我们通过这个电路图就能够看出金生阳导轨电源的电路设计的还是非常优秀的。首先这端是输出正，这端是输出负，通过线流电阻，通过稳压管，通过线流电阻加到稳压光偶的一角，稳压光偶的二角接431的阴极。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位置有一个二极管，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这端是电容，这电容起到软启动的作用，电阻能够把输出电压，当稳压电路损坏的时候，能够把输出电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四角是接 UCC256403 的五角，三角直接接热地，这端是冷地。另外431的阴极，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电容，控制极到 D 有一个电容，并且控制极通过这个电阻的时候，这儿有一个加速电容，这端同样有加速电容，这端是可调电位器，并且当电位器如果损坏的话，由于这个电阻同样是并联的，也能够把电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使电源输出特别的稳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生阳电源在稳压电路元件选择、电路构成上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生产的各种产品，我们之前也作为素材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因为大厂生产的电源，它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保护电路，才能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好，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